老头子怎么样？还牛不牛？我天玄宗不会放过你的。哟呵，还有力气说话呀？看来本姑娘下手还是轻了。君妻又给了他一拳，这一拳下去，长者霎时就没了动静了。哼，装的那么牛逼，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都带回去。姗姗来迟的玉墨之命人打扫战场。曲阳侯，你们别急哈，过些日子本姑娘会来跟你们算总账的。偷鸡不成18米，曲阳侯看着满目狼藉的府邸，这哭都哭不出来了。那什么，玄奇长老，我这个人特别大度，放了他们也没问题。但是他们在这莫王府又吃又喝的，伙食费是不是要结一下？玄奇，这也是头一回听到如此新颖的这个要钱的方式，那就挺稀奇。玄奇交了钱，看到君妻口中在莫王府好吃好喝都养胖了的几个人，嘴角狠狠地抽了几下。这几个不会残了吧？一检查，残倒没残，就是被打得浑身是伤，有几天没吃饭了，饿的呀被人架着，那腿都打颤呢，不是一般的惨。放心吧，今日我就让他们血债血偿。侍郎大人，生辰好啊！何大小姐里面请坐。君妻的到来让曲阳侯等人是非常的慌张。众位，今日是宋侍郎的生辰，不知还有几人记得，今日也是本姑娘和何二小姐的生辰。10几年前，本姑娘在这座府里出生，自此这座府邸就成了我的梦魇。那时候的我刚会走，就有了做不完的活，挨饿受冻，非打即骂。冬天的水刺骨寒凉，我却要在冰天雪地里洗姨娘房里包括仆人在内的所有衣物。夏天的太阳分外灼热，我却只能在太阳底下不断的干活。因为天气炎热，食物放不到1日就会变质，所以夏天我几乎吃的都是连狗都不吃的馊食。我还记得11岁那年，一个小厮喝醉酒跑到我那破烂不堪的屋子里，对我欲行不轨。我害怕他跑到外面求救，却被那个小妾指责小年纪行为放荡丢人现眼，而被狠狠打了一顿。当时的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些，但我却知道想要活下去就不能反抗。听到这里，众宾客唏嘘不已，有心软的夫人小姐已经忍不住的哭起来。后来我回了曲阳侯府，本以为是上苍垂怜，让我苦尽甘来，没想到只不过是从虎穴跳进了狼窝罢了。曲阳侯府的人重利，在他们眼里，何慧莹这个名满京城的大小姐远比我这个拿不出手的亲生女儿更有价值，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她那一边，为此不惜要对我赶尽杀绝。我这10几年被偷、被换、被折磨、被抛弃，卑微到尘埃里，活着就像个笑话。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博取别人的同情，而是我想在我出生的日子、出生的地方，跟过去的自己做个了断。众人不明所以，曲阳侯等人却是有了不好的猜测。来人！大内总管长安托举着明黄色的圣旨，领着一群禁军就闯了进来。圣旨到！皇上万岁万岁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现有曲阳侯何远威对上不敬，大逆不道，勾结奸佞，图谋不轨，对下不辞，为谋取私利，罔顾人伦，屡次置亲女险境。曲阳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实乃我大越官人之耻。今削去曲阳侯官职，收回封号，赐流放之刑。工部侍郎何少景与人勾结，谋害发妻。长安说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堆，除了军妻，曲阳侯府几乎是每个人都提到了，就连每日只能躺在床上成了瘫子的曲阳侯老夫人都没有放过。总之呢，他们这一家子最后是都被判了流刑。曲阳侯接旨吧。何远威，本姑娘送你们的大礼，你们可还满意？这都是你搞的鬼！何远威从来都没有小看过军妻，但也着实是被他的手段给惊到了。女儿啊，为父知道错了，为父以前糊涂，受人蒙蔽，慢待了你，为父悔呀。昔日种种皆成过往，往后余生，我只希望曲阳侯能尝尽百苦，生不如死，苟且的活着。曲阳侯被他刺骨的话语跟眼底的仇恨吓得当场就失了声。他不明白，即便自己没有善待过他，可也从来没有在他的身上讨到什么好处，他这滔天的仇怨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宋侍郎，若您无意见，只要您舍了宋荣修，咱们的恩恩怨怨就此结束，往后再见只当是陌路，不知您意下如何？何大小姐的意思，老朽明白了。见宋侍郎接受了他的提议，军妻也不再逗留，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宋侍郎内心是百感交集。今儿真高兴呀，今儿个真高兴。对了，你要不要去跟你那些鸡呀、鸭呀的小伙伴道个别呀？我要走了，以后可能也没机会见了，要是留下什么遗憾就不好了。我不是鸭子。我知道，这不是看你跟厨房的鸡姑娘、鸭美女相处愉快，所以问问你要不要道个别嘛。说起这个，军旗还不客气地笑了起来。这但凡要是有点战斗力，招财就上去跟军旗拼一下。想当初刚进王府的时候，他到厨房去扒拉吃，厨房的人都知道他是军旗的鸭子，不断的拿好吃的来投喂他，他就在这糖衣炮弹下沦陷了。有一次，厨房里的刘厨子看他独自的趴在地上，看着怪寂寞，于是就放出了一只母鸭子来陪他。那只没了束缚的母鸭子见到他，那就跟见到了小鱼干一样，嘎嘎叫着就扑上来了。招财吓得魂儿差点没丢了。这还不算，因为他的体力不如那只母鸭子，被母鸭子给撵上了。哎呀，当即就被压在了身子底下。哎，你说说，此处啊必须得省略他受辱的100字小作文。哎，实在没招了。这后来是为啥呢？因为他叫的实在太惨，刘厨子这才上前解救了他。不过那件事呢，也是给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让他现在看到鸭子那都是两腿打颤。可他也实在是没想到，刘厨子居然出于愧疚，又给他找了一只老母鸡来陪他。老母鸡倒是没有那只母鸭子那么生猛，可这个老母鸡它是一个话痨啊，它咯咯哒咯咯哒陪他唠了一天。他走到哪儿呢，那老母鸡就跟着呢。晚上睡觉，他那耳朵边上都是老母鸡咯咯哒咯咯哒。他都已经失眠好几宿了。别光说我了，你要走没有跟莫古君告别？哼，他可是知道的，莫古君对这丫头可不一般。来啊，互相伤害呀！军旗身子一僵，糟糕，高兴过头了，他把玉墨汁给忘了。这怎么突然就感觉后背凉飕飕的呢？你要走？没，我就是怕这些衣服生虫，拿出来抖一抖。不对劲儿啊，他干嘛要怕他呀？我走不走的干嘛要向你交代啊？你怂了。别人凉快去，小心我把你下了锅。要走可以，把本王带上。军旗的嘴巴都张成了 O 型，他首先想到的是原来自个儿也有做一个祸国妖姬的潜质啊。你就这么喜欢我呀？是。那如果我不喜欢你怎么办？你不喜欢吗？军旗好像是喜欢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纠结呀。只是到底喜欢到什么程度，他自个儿也说不上来。哎，不是，他好像被玉墨汁给带偏了。禀王爷，都里来人说万岁爷有急事，要你和王妃立刻进宫。何事？不知博刚宫里传出消息，皇上身体抱恙，暂停一切政务，禁军呢也有所动作，看来情况不太妙。要不要问一下我的意见啊？怎么回事？老奴也不知。今日晌午，万岁爷按往常一般休息，以往万岁爷顶多就睡半个多时辰，可今日都2个时辰了，万岁爷还没起。老奴觉得不对劲儿，就唤了万岁爷几声，可万岁爷什么反应都没有，老奴只得请了皇后娘娘和太医前来。禀王爷，皇上的身体并无异常，微臣实在查不出皇上昏睡的原因。我知道，他这是被人夺了魂魄，属于离魂症的一种。众人，不是你这么兴奋是几个意思啊？何大小姐有办法唤醒皇上？办法我是有，但却很难办到，还请何大小姐言明。皇上魂魄离体，首先当然要找到他的魂魄了。可是吧，这魂魄离体之后，虚无缥缈的不知在哪里逍遥呢，这要怎么找啊？最可怕的是，万一皇上的魂魄入了地府，那就得亲自下去跟阎王爷要人了。就问你们，谁能去地府走一遭，跟阎君拉了关系谈一谈？阎王殿又不是什么旅游景点，这进去观光一下再出来，你把阎王那老头当作是卖门票的大爷。众人脸色出奇的难看，不是他们都怕死，而是他们自认为没那个资格跟能力让阎王爷放人。现在当务之急是找万岁爷的魂魄，何大小姐当真没有办法？也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玄门有一招魂之术，与普通的召唤术不同，只要魂魄还未入地府，他就能召回来。用此法找回皇上的魂魄最稳妥，若找不回，就说明皇上的魂魄已经入了地府，只不过这术法需要强大的修为才能办到。本王恢复的是记忆，不是能力。军旗，哎，你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啊？万皇后等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都知道玉墨汁不行，但军旗却可以。于是呢，几个人热切的目光齐刷刷的就落在了军旗的身上。
其实明武方丈就可以。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军期果断的就把明武方丈给卖了，说曹操，曹操就到。刚刚提到了明武，那老和尚就到了。军期把招魂之术的后果先跟他讲了一下，吃亏嘛也得让人家先吃明白了不是？不过好在明武方丈不会，军期劲儿倍儿熟，军期指挥着他倒也没什么问题。晚上偌大的庭院里，一个临时搭建的祭台上，军期教明武用狗血画出了繁复的阵法。阵法画好，明武就站在阵法的中央开始施咒。顷刻之间，原本星星点点的夜空就如同是蒙上了一层黑布一样，看不到一丝的光亮，空气也变得窒息起来。招魂阵沿着线条诡异地亮了起来，站在阵法之中的明武仿佛是被镀上了一层金光。各种阴森的声音在庭院之中响起，让万皇后跟长安几人浑身汗毛直立。军期说招万岁爷的魂儿，可是也没说过还有别的魂儿来凑热闹。何人在此施阵招魂？随着声音落下，一黑一白两道人影就渐渐地显露出来。我呀，我负责阵啊。靠，军期，许久未见，二位别来无恙啊。你不是在做任务吗？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告诉你，本间不是地府，至于你胡闹，你私自启用招魂大阵，这是想干什么？拜托，我在地府的时候也没胡闹好不好？我这可是在做善事。接着军期就把渊正帝被害的事儿给说了一遍，说你们也是的，该来的不来，你们倒是积极。咋的，这里有骨头抢啊？臭丫头，嘴还这么欠！你启动大阵，周围的幽魂都往你这里，你当我们瞎呀？是啊，军期，你悠着点儿，别跟在地府似的，这些人可经不起你折腾。在地府有阎君管着还好些呢，离了地府，这丫头简直就是出笼的猛兽啊，逮谁就霍霍谁。他们说话的功夫，一道亮光划过身侧，然后就落到阵中，化成人形，与明武面对面的站着。那人形赫然正是渊正帝。来了，改天咱们再聊，我得去做好人好事了。看着窜到大阵中，对着明武方丈一通指挥的军期，咱们要不要去阻止？算了，那丫头难得做此人，咱们还是不要打击她的积极性了。你说她这么积极，就这位帝王，不要整幺蛾子。要知道那丫头可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她要真有那想法，咱也拦不住，还是眼不见为净吧。黑无常就比较看得开了，黑白无常对视，然后一起消失在了夜色里。皇上醒了，皇上醒了。皇上，你看这是几？朕这是怎么了？皇上，我跟您说，您可不知道啊，您差点就没了。这要不是本姑娘大显神通，估计您和儿子们这会儿都抱上罐儿了。嘿，这是气得不死啊！救命之恩，本姑娘相信，像皇上这样高洁清风、怀瑾握鱼的人是一定不会忘的，对不对？虽然我这个人身不图报，但我不能让您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啊！所以我决定了。军期突然的一嗓子吓了渊正帝一跳，就意思意思，说您个10万8万的辛苦费就行了。皇上您可千万别觉得过意不去，我这个人一向乐于助人，又视金钱如粪土，您给少给多了，那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渊正帝听得额头黑线直往下掉。长安，奴才在，万岁爷，您有何吩咐？去把他打发走。他现在本来就不舒服，看到这丫头那更是心口都疼得厉害。长安拿了银票出来，军期拿着喜滋滋的就跟着明武去分赃了。人家那老和尚出力最多了，怎么着也得给点辛苦费不是？招财，你说我要是把莫大王爷拐走，皇上那老头会不会气急攻心啊？这刚缓过来又没了。气急攻心倒不至于，皇上只会拿着刀来跟你拼命。人家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到这么大容易吗？好容易派上用场，你又捡个现成的给一锅端了，是人都得跟你急呀。我觉得也是啊。再说西北军现在可是大魏的脊梁骨，莫大王爷这个统帅若贸然离开，估计会引发动荡。到时候这倒霉的肯定是普通老百姓嘛。军期虽然是不着调，但在江山社稷大是大非的面前，那还是非常的靠谱的。要不然咱们自己悄悄走。可想到要离开玉墨之，他这心里又生出了几分的不舍。都好难的说。你就不怕莫古君因爱成恨，把你大卸八块？原来在你心里他这么变态的呀！哼，大魔头，如此不会做人，画个圈圈诅咒你，当一辈子单身狗。算了，我还是跟莫大王爷好好谈谈吧。
金七觉得跟招财商量纯粹就是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决定跟玉墨之开诚布公的谈一次。你想离开的目的是什么？去玩啊，玩的目的是什么？开心啊。你在京城不开心吗？君七沉默了。说实话，他在京城呢还是挺滋润的，有事没事的呢还能找个乐子。最重要的就是玉墨之会陪着他，这种感觉跟以往一个人四处晃荡是不一样的，就非常的新奇。最后，君七决定留在京城。砰当一声门响，把渊正帝给吓了一跳。你就不能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他这寝殿啊，也就那个臭丫头敢跟讨债似的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君七看着渊正帝，然后他就突然转身走出去了。在渊正帝寻思他是不是脾气又大了的时候，君七低垂着个脑袋，迈着个小碎步，扭扭捏捏的又走过来了。皇上晚安。君七捏着个嗓子，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请安动作。渊正帝那眼睛啊，被刺得生疼。臣女惶恐，不知皇上宣臣女前来，所谓何事？得，朕错了。哼，还是饶了这臭丫头，也放过自己吧。毛病。说吧，找我啥事儿？我先声明哈，咱们不兴拉关系搞特殊那一套，钱还是要算清楚的啊。渊正帝无语，尼玛，自己一个帝王，到你嘴里怎么就整得跟个关系户似的？朕这次被害已经有些眉目，只是还需要证据。所以呢，难不成皇上是想让我去神不知鬼不觉的解决了他们？你就不能往正大光明上想？净琢磨这些个阴诡伎俩。所以皇上是想让我光明正大宰了他们，也不是不可以了。反正都是宰，无所谓形式了，就是钱咱们得先商量好。渊正帝一阵的沉默，就感觉是在雇凶杀人。话说如果能够随便杀的话，自己一个帝王自个儿也就解决了，还能用得着你啊？证据，朕要的是证据。你说你一个皇上咋活得这么憋屈呢？这要搁我，要什么证据啊？把他们直接打残了弄哑了，扔大街上要饭去。哼，朕要那么做了，百姓的口水还不把朕淹了？还有那些御史言官，非拿折子把朕埋了不可。麻烦，行吧，反正我最近也闲得慌，就跟那些人玩玩吧。渊正帝总是有这一种自己也是他排遣时间的工具的错觉。老财，你说他们是不是做了啥缺德事儿遭了天罚呀？这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吗？神仙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啊。是，原来以前天上飞的牛都是你吹上去的呀。你是不是想当孤家寡人？没了你，我现在也有伴儿了呀。要是你啊，没了我，你可咋整啊？招财想用人话骂他，这搭档，这真狗啊！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收拾行李了。可以陪你走一走。你也要去？那既然是公干，你这么大个王爷没个牌面太跌面子了。咱们干脆大张旗鼓的多带点人吧。玉墨之沉默，这肯定是想出去摆谱啊。要说君七这个人吧，那真的是毛病一大堆，见钱眼开，心胸狭窄，小肚鸡肠，还特别的闹腾，对别人抠抠搜搜，吹毛求疵，对自己呢则格外的大方，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啊，说的就是他这种人。不仅如此，他还喜欢摆个谱啊，装个大尾巴狼什么的。还是石头精的时候，他就这样的市侩又闹腾，还特别的爱得罪人。诸位好啊。这谁？我怎么知道？大家都免礼吧。君七装叉的就抬高了自个儿的下巴，无奈没人听他的。我去，这些个人怎么就这么的没有眼力劲儿啊？不知道配合一下他吗？冯文豪跟众阎狼卫纷纷憋笑，很好笑。王妃让你们起身，还不赶紧谢恩？谢莫王妃。那个，给本姑娘摆到那边去。他把阎狼卫和王府里带来的侍卫以及驿馆的人都给指挥的是团团转。主要是他在门口丢了脸，就一定要在这些个敢笑话他的人身上给找回来啊！莫大王爷，你武功高，去把那棵树劈了。众人齐刷刷的朝着玉墨之就看过去，被玉墨之那冰凉的眼神一扫，他们马上就回过头，假装继续干活。哎妈，王爷的热闹可不能瞧，不然死的就是他们了。就在诚惶诚恐的驿城和驿站里的人，以为传言之中杀人如麻的玉墨之会发火的时候，却见他踱步来到了槐树的跟前，一掌下去，槐树轰然倒下。紧接着他就淡定地穿过了众人，进了屋子。有些接受不能的驿丞瞪大了眼，这莫王妃似乎可能也许吧，比莫王更加的让人忌惮，也更应该被讨好。看什么看，赶紧干活，干不完晚上不准吃饭。招财，去把那个球叼过来。我不是狗。哎呀，没差啦。招财气得恨恨地用鸭爪子踩了他一脚。哟呵，长脾气了呀你！
王妃，您刚来富南县，要不要出去逛逛？跟军妻接触的久了，他多少也能够摸清楚这家伙的脾气。反正他没事可做，那他们今儿个铁定是消停不下来。我还真想去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那行吧，本姑娘去玩了。莫大王爷，咱们去逛街吧。不一会儿，他拉着玉墨枝，如同一阵风一般的从众人的身旁刮过，几个阎郎卫紧随而上，剩下的阎郎卫和王府的侍卫都习以为常一般的停下了动作，该干嘛就干嘛去，一城都沉默了。你们这业务挺熟练的，咋有种莫王被你们牺牲了的错觉呢？快跑呀！女屠夫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嚎了一嗓子，这整条街在一阵兵荒马乱的声音之后，瞬间就安静下来，就连军妻面前的小摊贩都跑得没了影。什么玩意儿啊，这么吓人吗？连赖以为生的摊子都不管了。很快的，一道火红的圆滚滚的东西就缓缓的朝他们这边走过来了。公子，有事？公子，你还是躲躲吧，那个女屠夫可是专门抢男人的。这公子这么俊，他实在是不忍心他被那个女屠夫给祸害了。他抢男人，你躲什么呀？我怕他打我。军妻沉默，所以那壮硕的姑娘她不仅抢男，她还霸女啊。你要跟我回家吗？杀！两个阎郎卫依令而动，同时伸手袭向了红衣姑娘。可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打在姑娘身上的拳头，那就好像打在了棉花上一点用处都没有。在他们愣神的时候，姑娘动了。军妻只见那位看似笨拙的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刀朝着两个阎郎卫挥去。要不是两个阎郎卫身手敏捷，堪堪躲过去了，他们恐怕就已经跟手分家了。这富南县真是个好地方啊！别打了，姐姐好。姐姐，我跟你说，这男人是有夫人的，所以他不能给你当夫君。不过姐姐你别着急，他虽然有夫人，但这四位没有。四个阎郎卫当时脸色奇变，不自觉的就往后退了2步。他们愿意跟我回家吗？军妻沉默了。尼玛，该说你是真的不挑呢，还是得夸你甚好啊？你们几个……军妻刚转头，那4个阎郎卫好像知道他要说什么似的，顷刻之间就消失在了原地。跑什么跑啊！你们4个王八蛋，这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好事你们都不知道珍惜，活该你们打光棍。他们跑了，你要跟我走吗？军妻终于明白，刚才大街上那些个男人，无论老少，为什么都跑得没影了。这姑娘是个不看脸的好姑娘啊！姐姐，你这就不对了。像姐姐这样有福气的姑娘，怎么能找个二手货呢？姐姐武艺超群，威震八方，飒爽英姿，是我见过最英武的女子。姐姐就是不成亲，也不能找那些歪瓜裂枣的来辱没了姐姐呀！军妻一口一个姐，把这胖姑娘说的是一愣一愣。你真认为我好？姐姐之好，不是那些凡夫俗子所能窥见的。我一见姐姐就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姐姐您可不知道，刚离老远我就被您惊人的气势镇住了，现在离近了我才发觉，您不光气势凛然，连气度都不是凡人能企及的。不行，今日我非得跟姐姐你好好认识认识不可。走，咱们找地方坐下聊。茶馆门口，胖姑娘进门的时候，那身子居然被卡住了。卡住了呀！军妻使劲一推，砰的一声，门框居然被挤坏了。你们这什么破地方，门这么窄，怪不得没客人。什么叫倒打一耙呀？找人把门修大点，走得这么寒酸，我都不乐意进来。顺便把你们这最好的茶端上来。哎，好，财神爷爷有没有？这么大块的银子都能修10扇门了。说了半晌，我还不知道姐姐贵姓呢。我姓詹，叫詹寻玉。是寻玉枕抛何处？闲唤香云在那边。姐姐，好名字呀！我以后就叫你寻玉姐了，这样显得亲近些。话说，看寻玉姐的打扮，出身应该挺好。你出门怎么不带个丫鬟小厮什么的？我出门没看到他们，就一个人出来了。再说那些人什么用都没有，还在我耳边叽叽喳喳的，好烦人。军妻不可置否，她这么大的吨位，家里也忽视不了啊。而且她出门什么样子，家里人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应该是有人故意的放她出门的。寻玉姐，你可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你瞧我又瘦又小的，想长肉都难，这都是我以前吃不饱穿不暖被人虐待的结果。军妻妹妹你真可怜。唉，都过去了。所以说呀，我特别羡慕寻玉姐这样的人。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点心，客人们尝尝看啊。反正也没什么客人，老板娘你也坐下跟我们聊会儿呗。哎呦，七姑娘，你可不知道我们富南县这风水有多好，不仅有金矿，这北山里啊，更是有着数不尽的药材奇珍呢。那你们怎么不去采啊？这北山里啊，奇珍异宝多，猛兽呢也比别处要多，而且也特别的凶猛。哎，
我们呀也就能在这北边上采些个药材、野菜什么的，再往里头走却是不敢。你们祖宗是怎么找到这风水宝地的？又是金矿又是宝贝的，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具体的小夫人实在是不知道，只是长辈偶尔提起过，说是因为詹家的祖先落户于此，很多人就跟着来了。就是荀彧姐的那个詹家吗？荀彧姐，你家老祖宗这么牛啊？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詹家是风水世家，专门做看宅子、坟地风水这一类的营生。你们詹家可以呀，给别人看风水的时候，顺便给自己划拉了这么一个风水宝地，实在是高啊！你们说我怎么谈不上这样的祖宗呢？哎呀，像我这样的小仙女，祖宗却不给力，真是白瞎了我这么个可盐可甜的无敌小仙女投生在他们家了呀。不过说起来，荀彧姐你家这么厉害，按说就是为了你的家世，上门求亲的也不会没有，你怎么……是啊，你怎么就跑大街上抓男人来了呢？荀彧姐你别误会哈，我不是说你不好，只是世人多注重表象。就拿我来说吧，看到那个小白脸没有？我男人。玉墨之听到我男人这3个字呢，唇角上扬，低垂的头掩盖住了眼底的柔和。怎么来的呀？全靠我有钱啊！不是我妄自菲薄啊，要不是我有钱，他都不知道跟哪个姘头跑了。哎呀，这看着人模狗样的，居然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儿，这可当真是人不可貌相了。老板娘倒是不怀疑君妻骗她，主要是玉墨之听了君妻的话，丝毫没有动怒，也没有反驳，这不就是默认了吗？像他这长相，绝交了吧？还不是为了金钱折腰啊？所以说，男人不看脸就看钱。听老板娘的意思，荀彧姐你家也不一般，应该不会没男人上门求娶吧？詹荀彧眉头蹙起，看意思是有一些个不高兴了。咋的了？是我问了什么不该问的话吗？听说呀，这位詹家大小姐她克夫啊。荀彧姐成过亲吗？她第一个未婚夫在他们成亲之前1个月病故了，第2个也是在成亲之前掉河里头淹死了，第3个那就更离谱了，是吃饭噎死的。哎呦，还有人不信邪，非得上门求娶，只要跟着詹大小姐定了亲的，过后啊都会莫名其妙就死了，就连抢回去的都不例外呢。就这情况，你说说谁敢娶她呀？靠，这么邪乎！君妻都惊呆了，克夫都没这么厉害呀！我没抢，我信你，荀彧姐不是那种人。再说了，以荀彧姐的身手，她若想抢人，就你们这破门能拦得住？肯定是有人在败坏荀彧姐的名声。老板娘一寻思，确实是这么个理儿。那荀彧姐，你那些离谱的流言是怎么回事？具体我也不知道，只是我这个样子不好找婆家，所以爹娘就在比较远的地方给我定了亲事。后来即将要成亲的时候，那边就传来了他们的死讯。后来也有人提亲，只是不知为何，他们均在定亲之后没了消息。詹荀彧也知道这事儿不对劲儿，但他势单力孤的，没人帮他，他想查也找不到方向。那你上大街上找男人又是为何？母亲病了，她想在走之前见到我成亲，但我都是询问过他们的意见的。你们又是怎么知道那些人死了的？外面的人都在传呢。那你们可曾真有人被掳走？或是你周围有没有被掳走没回来的？老板娘顿住了，他们周围还真没听说过。荀彧姐，你这情况看起来像人为的呀。首先是你那3个未婚夫，离那么远，谁都不知道他们是真死了还是骗你们的。还有那些上门求娶的，说是死了，也没人知道是什么人，更无从得知真假。最后这人抢没抢的咱先不说，就说你也没做过什么恶，怎么男人怕抢，女的也这么怕你啊？综上所述，你应该是被人算计了，有人不想你成亲，再竭力败坏你的名声，更甚至制造事端阻挠你成亲，可能还跟你家里人有关。要知道啊，你们家可是风水世家，在本地甚至整个大越都是小有名望的，没道理一点头绪都查不出来啊。其实我也有感觉，只是他只是无能为力呀。不如我给荀彧姐算一卦吧。詹荀彧跟老板娘都满脸的问号。你还会那东西呢？你别不信了，我可是能掐会算，算无一策的号称玄门第1人的绝世神人的唯一传人。君妻又开始满嘴跑火车了。什么卜卦看坟算吉凶，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没有我不会的。听起来是挺厉害，
就是感觉不怎么靠谱。你们要是不信，我可以展示给你们看。说着，他掏出了一枚铜钱，放到了老板娘的手上。玉墨之瞟了他一眼，这丫头可不是这么一个热心肠的人，这指不定又是想要干什么了。你想问什么，就抛一抛这枚铜钱，心诚则灵。我告诉你啊，本姑娘可是不轻易出手的，你今儿可是中了大运了。没想到他军妻还有着求人算卦的一天，就挺心塞的。抵挡不住军妻热情的老板娘，随手抛出了铜钱。铜钱落在军妻的手上，你所求家宅安宁，儿女康健孝顺，无灾无难。但是吧，老板娘内心顿时就提起来了，因为军妻都说对了，你没野心，不说明你男人没有。你们一家守着这个茶楼也算小有结余，大钱却是没有的。只不过你男人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他一直想要更上一层楼。人有上进心是好事，只是你男人走错了路，很大可能会被骗得倾家荡产不说，甚至还有牢狱之灾啊。真有此事啊！你男人是不是这两天有些反常，神神秘秘的，好像天上掉下个馅饼来砸他头上一样，有时候还兴奋得睡不着觉。老板娘的脸就更白了。军妻说的不错，她男人这2日确实挺古怪的，好像有什么喜事儿一样，问他呢却又什么都不说。我跟你说啊，他这是被人骗了，拿着你们家的全部家当去投资那什么能强身健体包治百病的药丸了，其实那就是一伙骗子。他也不想想，要有这好事儿还能轮到他呀。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至交好友也介绍给了那伙骗子。你男人倒是仗义，就是吧，他这行为也算是共同诈骗了吧，而且数额还不小呢，到时候官府查起来一顿板子都是轻的。他不会，老板娘想说他男人没那么傻，可他自个儿都没底，因此话都结巴了。你不如回去看看你家的钱还在不在，剩下的咱们再说。老板娘哆嗦的起身，有些不稳的跑了。贪欲这东西真是害人了，他男人真的被骗了。待会儿老板娘回来，你不就知道了。军妻见鱼上钩了，也不着急了。姑娘，救姑娘救命啊！你先别慌，事情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家那钱是回不来了，只是让你男人免受牢狱之灾，保住你们这个茶楼还是有机会的。你男人那好友比你男人定力足，暂时还没危险，所以那会儿骗子这几日不会走。你男人现在头脑发热，你说话肯定不管用，说不定他还会把你的想法告诉给那些骗子，让那些骗子察觉到危险跑了，所以你不能跟他商量。这样，你去找你男人那个好友，你们一起去报官，让那位好友帮忙设个套，等他们交易的时候来个人赃俱获。现在你们茶楼的地契还在那伙骗子的手里，因为你男人是被骗的，所以只要抓住他们，地契就能拿回来。可是人家能相信我还帮忙吗？卦象上说你男人这次无意中骗的那位好友是个不错的人，因此你男人的业障才大了些。若无意外的话，他应该会帮你。六神无主的老板娘只能听军妻的去试试。怎么样，荀彧姐，有没有被我的绝世之能震惊到？荀彧姐不用不好意思，来，我也给荀彧姐算一卦。张荀彧低头瞅着自个儿大手里面那枚小小的铜钱，有一些失神。行不行的试试不就知道了，试试又不花钱，荀彧姐你有什么好怕的呀？在军妻的催促下，张荀彧轻轻地往上抛出了掌心的那枚铜钱。铜钱向上翻滚，到达高处，然后落下。突然，那枚铜钱在下落的过程之中飞速地转起来，带起的风居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旋风。旋风带着铜钱从破损的门口飞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里。大小姐您出来怎么也不告诉奴婢一声啊，害得奴婢好找。大小姐咱们快走吧，您看看您这样子成何体统啊，这要是夫人知道了又得伤心了。荀彧姐，我先走了哈，过节日我还来，有缘咱们再见。大小姐，不是奴婢多嘴，像那等低贱之人怎么配跟您沾上关系呢？您是詹家嫡出大小姐，代表的是整个詹家的脸面，就算不跟达官显贵家的小姐交往，也不能跟这些穷酸人来往啊。再说了，谁知道他们对您安的什么心啊？张荀彧看着丫鬟，目光慢慢的就变得凛冽。大小姐，我也是得了夫人的命令才这么规劝您的。丫鬟又抬出了夫人这个利器，果然张荀彧的气势有所减缓，不似方才那般让人喘不上气来。荀彧姐，你家那个夫人是不是跟你有仇啊？要不然她怎么指派了这么一个奴大欺主、飞扬跋扈、专门败坏你名声的贱婢来伺候你啊？小贱人，你骂谁呢？我告诉你，我可是大小姐身边的1等大丫鬟，夫人指派我到大小姐身边，就是为了防你们这些心存不轨的贱人。是为了防我们，还是为了防荀彧姐啊？你一个贱婢，没有主子的指使，敢如此指责甚至是斥责荀彧姐，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荀彧姐好，可哪一句不是给荀彧姐拉仇恨？本姑娘倒是好奇，你那个夫人如此处心积虑的把你这么一个明明精明却偏偏净干蠢事的丫鬟派到荀彧姐身边，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血口喷人！你敢挑拨夫人和大小姐的母女关系？今日奴婢就是冒着被大小姐厌弃的风险，也誓不与你干休！你们暗中的贱人，给我张嘴！住手！詹荀彧的命令还不如丫鬟的管用呢。在他想要上前出手阻拦的时候，那几个小厮就已经被军妻给放倒了，几乎是眨眼之间，詹荀彧都没有看清楚军妻是如何动的，小厮就已经哀嚎的倒在了地上。他这个时候才认清自己的功夫跟军妻那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一开始军妻就没怕过他。大小姐救奴婢，奴婢若出了事，夫人一定会难过的。到了这时候了，这丫鬟还跟他耍心眼呢，想让詹荀彧跟他自相残杀。大小姐就一块抹布被塞到了嘴里，也堵住了丫鬟的求救声。丫鬟惊恐的瞪大了眼，眼睁睁的看着军妻抬起了手，响亮的巴掌是那儿一声接一声，最后丫鬟面目全非，牙全掉了，军妻这才罢手。军妻的最后一巴掌直接就把这丫鬟整个人给扇趴在了地上。这只是个小小的教训，下次再敢跟姑奶奶叫嚣耍心眼儿，让你的舌头跟这手指头一样好看。军妻一脚就踩上了丫鬟的右手大拇指，骨头一点一点的被碾碎了。就这点能耐还敢跑姑奶奶面前来作妖，勇气倒是不小啊。荀彧姐，人心难测，有时候表象下的真相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残酷。军妻并不认为这丫鬟的所作所为詹荀彧就一点都不知道，只是詹荀彧被感情给绊住了手脚，本能的逃避面对。议程大人早啊。王妃早安。有什么王妃，本姑娘还没成亲呢，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可可爱爱的小仙女，这生王妃一出，身价立刻掉了好几级。万一哪天我看莫大王爷看腻了，有了新目标，你们这么一叫被人家误会了，那我找谁说理去？不是，这没处说理的难道不该是莫王爷吗？话说莫王爷究竟是有多倒霉，才会摊上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准王妃啊？议程大人您忙，我先走了哈。莫大王爷。军妻刚走两步，嗷的一嗓把议程给吓了一哆嗦，也就这位勇士敢跟莫王大呼小叫。今儿又要去霍霍谁？什么叫霍霍谁啊？说的好像我多坏似的。我告诉你啊，本姑娘那叫为民除害。还有，你这样说话很容易失去本小仙女的，知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以我的推断，那个詹荀彧肯定已经坐不住了，所以今儿我要去实行第二步计划。哎，喂，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啊？装深沉，装失重，整天这么端着你不累啊？叶成听到自莫王寝室传出的呵斥声，默默地抹了一把脸。这大早上的，这位准莫王妃可真够精神的。君公子是哪的人？又是如何跟小女结识的？老夫怎么以前从不曾听小女提起过？本公子是京城人士，来富南县办点事儿。前几日在街上无意中被詹大小姐所救，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她是詹家大小姐。听说詹大小姐在寻夫婿，今日詹大小姐上街，我就毛遂自荐了一回。这么说，君公子受了报恩，还想娶小女的？非也，其实在下对詹大小姐一见钟情。詹家主可能不知道，在下从小身体孱弱，最是羡慕那些圆润的女子。那日见詹大小姐的第一眼，在下就被詹大小姐的英姿所折服。詹瑞林一阵的无语，他闺女儿那样式儿的，那能叫圆润吗？在下迟迟未走，就是为了能再见詹大小姐一面。老天不负苦心人，在下得老天爷眷顾，今日向詹大小姐表明心意，没想到詹大小姐会一口答应。詹家主，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詹瑞林继续沉默，就感觉吧有些个悬，还能有人对自己家女儿一见钟情呢？荀彧说詹家大小姐即便一辈子不嫁，老夫也不希望她以后吃苦。君公子可明白老夫的意思？明白。詹家主放心，你别看我年纪小，但名下良田百顷，宅院2座，奴仆也不少，而且我是家里独子，又父母早亡。詹大小姐嫁过去就是当家夫人，没有公婆压着，银钱随便花，保证把詹大小姐喂得比在詹家都好。詹瑞林嘴角抽了抽，这么好，说的他都心动了。詹家主要是不信的话，在下可以让人把地契、房契什么的都送过来。哦，对了，还能顺便把聘礼也一起送过来，简直是一举两得呀！
就这么办。公子，你们俩快马加鞭回京城，把我家的房契地契都取来，还有库房里的东西，捡着值钱的好看的也一并运来。还有啊，本公子要成亲，让管家把酒席也订上，请柬也都发出去。且慢，此事不急。你不急我急啊！詹瑞林跟詹寻玉的脸皮同时都抖了一下。君公子，成亲乃是大事，还请容老夫跟夫人商量一下。啊，还要商量啊？那您可要快着点。那是自然。行吧，那在下就不打扰詹家主了。看来还得再睡几日客栈那硬邦邦的床铺了。若君公子不介意的话，可以暂住詹家几日。那感情好，如此在下还能每日见到詹大小姐，真是多谢詹家主了。君公子，我们夫人要见你，你赶紧准备一下吧。这位大婶，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你站在本公子房间外，是想用你那吓人的尊容谋杀本公子吗？奴婢话已带到，公子你若不想娶我们大小姐，可以不去。君妻觉得吧，这奴才的脾气着实是大的离谱，估计就算让他骑到主子的头上撒野，他都敢。这奴婢不像是没脑子的，倒像是有所倚仗，才敢如此的嚣张。君公子请坐，听老爷说，君公子那是京城人士。没错。不知君公子祖上是作何营生的？家里可还有什么亲人啊？祖上做一些金银玉石之类的生意，在京城也算过得去。主要是他对这些个东西比较的了解，别的问他不知道。穿帮了怎么办呢？家里父母早亡，也并无兄弟姐妹，所以詹夫人完全不用担心财产纠纷、后院纷争、婆媳关系的问题。詹夫人一阵的沉默，你这条件简直就是给这女人量身定做的呀，她都找不着反对的点儿。君公子看起来年纪不大，可成年了，这看起来真就跟个毛孩子一样。我今年20有1了，只是在下从小体虚，所以看起来年纪小些。不过詹夫人您放心，我这身体现在强壮的很，寿终正寝完全没问题，您不用担心詹大小姐嫁过去会守寡。詹夫人都没话说了，这个小公子人不大，就是让你找不着反驳的理由。人家无父无母，又没有争家财的兄弟姐妹，还有钱，身体呢也没毛病，除了审美跟别人不一样，你还能说他什么呀？谁让你来我们家的？识相的赶紧滚，不然小爷饶不了你。警告完，小男孩转身就跑了。君妻一阵的沉默，喂，你有种别跑啊！小男孩走了之后，詹寻玉的嫡长兄还有他的2个叔叔、2个婶娘、1个堂姐，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来去去的，着实是让君妻体验了一把迎来送往的感觉。詹家以前乃是一个大家族，光主子就有上百口人，也就在詹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慢慢的人丁才少起来。君妻猜测这跟詹家的运势是有关系的，他身处詹家，明显的感觉到詹家的运势透着一股子不同寻常的诡异。寻月，为了娘的身体，真的是辛苦你了。只要娘亲的身体能好，女儿怎么样都不算委屈。我儿孝顺，为娘什么都不说了，快去休息吧，可别再累着了。詹寻玉一眼走出了院子，他庞大的身躯看起来比平日里笨拙了不少。娘，那小贱人到底什么时候死啊？住嘴，小心隔墙有耳。这又没有别人。香儿，这是大事，你可不能出了纰漏，不然你爹饶不了你。放心了，娘，女儿在那小贱人身边这么多年，那小贱人还不是什么都没察觉到。对了，娘，那个姓君的怎么解决啊？还是像前几次一样吗？先等京城的消息来了再说。他与前几次来提亲的人不一样，去他身边的2个护卫就不是等闲人，你爹已经派人去查了。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倒还好说，就怕詹夫人没有再说下去。韩香也知道他的意思，就怕君妻的身份不一般，那姓君的心思敏捷，你躲着他点。知道了。听到脚步声，君妻身形一闪，又窜上了房顶。一城大人好啊，招财，死鸭子快出来，咱们去寻宝了。几声大吵大闹之后，一城只感觉眼前一个影子窜了过去，他只听到一城大人再见啊，似乎还夹杂着这一声鸭子的叫声，然后就啥都没了。一城，刚刚是准穆王妃回来了，还是他眼花耳鸣了？君妻抓着招财的脖子，一溜烟的就来到了詹夫人的院子里，神不知鬼不觉的放倒了满院子的奴仆，去看看这块地里有什么宝贝。被拎了一路的招财，但凡要是能够反抗的话，他非得跟他干一架。招财含着眼泪往那个花草地就走过去了，他一边低着脑袋，一边泄愤的连采带啃的糟践了不少的花儿。花儿如果能说话，那估计都得骂死他。走到了花草地的中央，他突然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招财把绿豆小眼瞪圆了，在地上仔细的搜寻，突然
啥的一声，在旁边跟着找的军妻啊，马上就奔到了招财的身边。他扒拉开招财，蹲下身子，盯着地上那簇草，仔细的瞧着。宝贝在哪儿呢？招财被他这一扒拉，整个身体都不受控制的滚了一圈。他爬起来，刚要叫2声，表达一下自己的不忿，结果就看到军妻不仅是眼睛不闲着，还着急的就开始动手扒拉那簇草。你快住手！咋了？军妻不解，难道这鸭子想独吞他找到的宝贝啊？那些东西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受伤。啥玩意儿啊，这么弱不禁风的？看到没有？看到了，2片考验眼力的叶片子。这是上古神树。真的假的呀？传言上古神兽力量巨大，难道都是假的？这是因为它现在只是棵幼苗，而且它的本源不在体内。本源？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也说了是上古神树了，上古的时候有我吗？而且不是说上古神树已经死了不知多少年了吗？这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弱小的孩子，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树还成亲了，然后给自个儿留了一个后代？就挺迷的呀。不对呀，你怎么知道它是上古神树啊？因为我的本体就是上古神树的枝干做的。你牛逼，可这小嫩芽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它没死说明本源尚存，而且这神树幼苗需要本源温养才能存活，因此它的本源应该离得不远。你说它的本源在人体内会怎么样啊？不太可能，神树本源威力强大，人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军妻皱眉，想着詹寻玉的古怪之处。想什么呢？我在想怎么把这小嫩芽带走。你可不要胡来，他离开此地没有本源之力滋养，必然会死。哎，知道了，我先送你回去。说着，他拽着招财的脖子，又一溜烟的把他给送回了驿馆。回来的时候，军妻还特地跑到厨房拎了2只鸭子，丢在了詹夫人院子里的花草地里。栽赃完了鸭子，他也没管过后的鸡飞狗跳，就回了自己的客房。小子，干什么呢？军妻目光下移，瞟到地上的明黄色的符纸，他眼眸微凝。你是詹大小姐的弟弟詹礼。话说这小子一开始还警告他来着，难道他知道点什么？军妻突然就露出了大灰狼哄骗小白兔似的奸诈笑容。你想干什么？你可是本公子未来的小舅子，我能对你做什么？你这是增强体魄的符纸吧？你认识？本公子也是见多识广的好不好？跟你说，本公子以前可是跟大师学过岐黄之术的。可惜我是个独苗，有家产要继承，所以就半途而废了。你站在你姐姐院子门口，为何不进去啊？难道你那符纸是送给你姐姐的？婆婆妈妈的到底是不是男人啊？有什么跟你姐姐当面说清楚不就好了？哟，小少爷，您怎么到大小姐院子来了？怎么，本少爷姐姐的院子，本少爷还来不得了？就是，你一个贱婢，活没干多少，咋呼的倒是比谁都欢。咋的？上次在外面被人打掉的牙都装好了呀？羊群里出头驴，就嫌你了。起来，别挡道，等本公子娶了詹大小姐，先把你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发埋了。看韩香被军妻拾到的敢怒不敢言，詹礼倒是对军妻多了几分的好感。他姐姐如果嫁给这样的人也挺好的，只不过他心里面清楚，父母是不会让姐姐嫁出去的。詹大小姐，你怎么弄成这样啊？哎呦，别不是因为要出嫁了，激动的吧？他看似紧张，实际上不动声色地靠过去，抓住了詹寻玉的手腕，摸上了他的脉门。卜卦行不通，他还会医术吗？可是当军妻检查之后才发现，詹寻玉居然什么毛病都没有。不，准确的说呢，他除了有些体虚，那真的是哪儿都正常。可是说不通啊，难道说他弄错了？詹寻玉体内并没有神术的本源。就在军妻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詹礼上前一步，掏出符纸贴在了詹寻玉的额头。詹寻玉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光泽，甚至还比以前要更加的精神了，也更加的胖了一些。虽然普通人看不出来，但军妻的眼力极好，他看出詹寻玉甚至是个头就比刚刚高了那么1-2厘米。原来这就是詹寻玉长得不一般的原因呐。军妻的眼睛一眯，陡然看向了詹礼。詹礼被他看得心里发毛，还不等他说话呢，军妻一把就抓住了他的手，手掌翻转，手心向上，一个树图腾赫然跃于詹礼的掌心。詹礼猛地抽回了手，后退几步，他警惕又紧张地瞪着军妻。怎么了，公子？没什么，你想不想救你姐姐？詹寻玉跟詹礼都消失了，跟他们一块消失的还有军妻。詹家几乎是出动了所有的人出去找，却依然是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派出去调查军妻背景的人也是快马加鞭的回来了。经查，京城根本就没有军家这么一个家族，这也就是说，军妻骗了他们。神树的味道，你
边凉快去。吵死了！军旗一脚就把他给蹬远了。所以你是莫王妃？准莫王妃，本姑娘还没嫁呢，谁知道以后什么情况啊？玉墨之凉凉的看了他一眼，这丫头有点野了呀。你说你能救我姐姐是什么意思？你且先住在这里几日，很快你就会知道了。王爷，这是金矿这几年来的总账。本王似乎没说过要查看账册。王爷恕罪，是下官逾矩了。下官想着王爷可能会查账，特意整理出来供王爷查阅。范总兵在富南县待了有20多年了吧？是27年了。范总兵兢兢业业，在金矿上从未出现过纰漏，实属大越官员之典范。这次回京，本王定向皇上举荐范总兵，让范总兵到京城述职。范总兵意下如何？到京述职，这是多少地方官员的梦想。可是范总兵听了，这是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多谢王爷好意，王爷提拔，下官本不该负了王爷的恩泽，只是下官久居此地，已经习惯了。下官年岁已高，对名利实在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往后只想在富南县安享晚年。既如此，本王也就不勉强了。玉墨之不动声色地让范总兵退下。范总兵，您这是怎么了？下官只觉得腹痛如绞，不知可否借茅房一用。上厕所，冯文豪当然不能说不行了，他扶着范总兵往茅房走。来到了茅房，范总兵一个人捂着肚子走进去，冯文豪在外面等着，结果等了半晌也不见他出来。冯文豪叫了2声，见没人回应，就不放心地走了进去。而范总兵在他进去的时候已经昏倒在了茅房里了。没办法，冯文豪只能让人把范总兵给抬到房间里面，找大夫过来给他医治。